美国第一种6代机亮相，中美进入了新一轮最激烈的竞争。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罗小飞。近日呢，美国诺斯罗普格鲁门公司展示了一个宣传视频，视频显示了一个机库里面停放着一架全新的隐身战斗机，还有 X-47 隐身无人机。门口呢，一架 B-21 轰炸机在地勤人员的引导之下，正准备进入机库。此外呢，远处还有一架 B-21 正在飞行。把多种产品集中在一个画面中，这是美国几家军火商展示他们产品系列的典型风格。不过，视频里这个场景显然是一个 CG 作品。现在呢，媒体普遍认为视频中这架新的隐身战斗机就是诺斯罗普格鲁门参与美国第6代战斗机竞争的一个答卷了。不过别忘了，历史上美国曾经用一个根本不存在的 F-19 战斗机的模型，还有电脑游戏，对苏联的情报部门进行过战略欺骗。为此呢 ，F-19 的外观设计也具有很强的合理性。所以，真实的诺斯罗普的产品跟视频中这个画面是否一致，暂时呢还不能100%确信。美国空军宣布准备向工业界发布保密的招标文件，并且计划在2024年正式售出工程和研制发展合同。从这个时间节点来看呢，近期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还有波音公司两个竞争者的6代机方案设计阶段也都已经结束了，离亮相应该不远。到了工程跟研制发展阶段，我们就会看到各家的飞机原型机要完成首飞。美国空军部长肯德尔认为，到了2030年，美国的6代机将达到初步具备作战能力的水平。他说，6代机将包括增强的杀伤能力、生存能力、任务持续能力、互操作性以及很好的适应性等等属性，以应对未来高度竞争性的作战环境。并且他还说了一句带有忧患意识和鼓舞性质的话，认为没有人比美国空军做得更好，但是如果现在不前进，美国将失去这种优势。说到失去优势的时候，他心中所想应该不是指韩国、印度和俄罗斯。不过呢，美国有些人呢也不这么乐观，认为 F-35 从研制到服役用了这么多年了，每年还在向国会报告新发现了多少问题。所以就有人开玩笑说了，他通过水晶球看到了2025财年美国国会会因为成本问题砍掉6代机项目，而等到2030年中国6代机开始首飞了，美国空军会在2037年提出对 A-10 攻击机进行升级，到了2045年美国才会有真正的6代机，并且从养老院招募飞行员，然后6代机在美国要服役200年。这个玩笑里边用的梗呢是有点过于密集，不过这些梗确实都是在讽刺美国空军这几年所面临的一系列真实问题。玩笑呢是玩笑，不过我们要注意得益于现在的计算能力发展，通过智能设计还有制造手段，已经能够在方案设计阶段通过大量的仿真测试去避免过去研究方法中难以避免的那些问题，包括正式试飞之前的数字试飞已经能够大幅度的提高研制的速度还有研制的准确性。中国国防工业出版社那套颠覆性军事技术丛书就有智能制造分册，我们呢已经审完了第2稿了，估计这本书将是整个丛书里边第2个上市。上市之后呢，也欢迎大家来购买，研究一下空军的发展能力。所以美国空军也应该通过智能制造技术具备相当的能力，避免当初研制 F-35A 的时候出现的那些问题。肯德尔曾经公开表示说，美国空军需要能够获得更多的数据使用权限，以减少对原始设备制造商的后续升级和维护依赖。那么中国的6代机什么时候亮相呢？也是一个大家关注的问题。当然，根据我们的保密工作要求，以前新战机是服役多年以后都不承认其存在的，到了歼20是完成首飞那天就开始正式向外公布，已经是比以前更加透明和自信。所以我们对中国空军这份好奇和期待可能还要保持几年，不过在这种竞争激烈的环境下，估计我们也等不了多久了。另外，在前一段时间里边，央视的节目里也有过一个6代机飞行的想象图，让大家纷纷表示特别激动。不过那个图貌似是用好莱坞电影画面修改出来的，说明中国国内能够研制6代机的还只有成飞和沈飞，央视并没有参与竞争。